嗨，大家好。2020年6月23日9时4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55颗导航卫星，即北斗3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北斗3号的星座部署也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全面完成，至此完美收官，星耀全球。那么北斗3号到底是干嘛的？它的发射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而中国北斗在世界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在当今世界上被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认定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4大核心供应商，分别是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洲的伽利略和中国的北斗。提到北斗，有些人的第一印象恐怕还真的不是卫星，而是师兄师伯，马玉天罡北斗阵。没错，全真七子的师傅王重阳正是通过北斗七星创建了天罡北斗七星阵，而这7颗星星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古时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卫星，但凭借自己的智慧，发现可以利用北斗七星和北极星来指引方向，甚至是时间。而由老祖宗创造并应用至今的天干地支纪元法，也正是以北斗七星作为依据。由此可见，对于定位和时间有超高要求的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用北斗来命名就是这个原因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来了，现在全球最有名也运用最多的卫星导航系统就是美国的 GPS 了，而中国人普遍也在使用。那么用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花大力气去研究北斗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美国的 GPS 分为军用和民用2种定位模式，开放出来的不过是民码，定位精度要比美军使用的军码差上10倍以上。普通百姓用着玩玩 OK 的，但涉及到军事领域， GPS 就远远不能满足了。而更要命的是，万一战端开启，美国人把民码一封，导弹就真变飞弹了。难道要拿着指南针来做导航吗？而如果美国更损一点，不封民码，而给你来个误导欺骗码，本来你的导弹是打白宫，却飞向了克里姆林宫，这玩笑不就开大了吗？所以一国的军备武器势必不能采用包括 GPS 在内的他国卫星，受制于人和卡脖子的事情难道还少吗？自主研发就成为必须，而中国作为一个有抱负和有雄心的大国，在自研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方面自然不会缺席，这就有了现在的 BDS 中国北斗。在了解中国的北斗卫星之前，先让大家来搞清楚几个轨道概念，对于后续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近地轨道，我在之前介绍东风5B运载火箭时介绍过这个轨道，一般高度在2000公里以内。由于与地面接近，正是空间站活动的地方。上个月底刚刚创造历史的马斯克的 SpaceX 将2名宇航员送入300多公里的高空，并与之对接的国际空间站正式运行在这个轨道之上。第二个，地球静止轨道，又叫克拉克轨道，顾名思义就是相对地面是静止的，而且它的高度也是固定的，为赤道面上方35786公里，比近地轨道高得多，运行方向和地球自转方向保持一致。而对于人类来说，这颗星星也很特别，你在任何的时刻进行观察，它都始终处于天空相同的位置而一动不动，并凝视着地面。因此地面接收天线，你只要对准卫星的定点位置就可以了，根本不用转动。当然很多人会问了，这不就是地球同步轨道吗？没错，地球静止轨道的确是地球同步轨道的一种，但反之却不尽然。两者的区别在于，倾斜地球同步轨道面与赤道平面有一个不为零的倾角，而地球静止轨道与赤道平面的夹角为零。换句话说，其轨道一定在赤道平面上。另外，它们的星下点轨迹也不同。何为星下点呢？简单来说，就是卫星和地心的连线和地面的交点。由于静止轨道卫星相对地球完全静止，所以它的星下点就是一个点而已。而倾斜地球同步卫星的星下点轨迹则会形成一个封闭的曲线8。根据以上的特点，通常通信卫星会使用这种轨道，但导航卫星则并不是。那么导航卫星通常运行在哪里呢？那就是接下来介绍的中地球轨道了。中地球轨道是位于近地轨道的2000公里和地球静止轨道的35786公里之间的人造卫星运行轨道。而刚才介绍的中美俄欧4大卫星导航系统的几乎绝大部分卫星都是运行在这个轨道之上，比如 GPS 在20200公里，格罗纳斯为19100公里，北斗21500公里，
伽利略23222公里。从这幅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蓝色的八字形轨迹为倾斜同步卫星，红点为地球静止卫星，绿色为服务全球的中原轨道卫星。好，介绍完以上的轨道概念，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中国的北斗。对于其他4大卫星导航系统，我们这次将其串在一起，因为这中间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57年，哈萨克斯坦境内平地一声雷，苏联人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但美国人又岂能让苏联专美于前呢？紧接着3个月后，美国也发射了一颗，自此太空中的环地轨道上开始有了人类的痕迹。除了起初的观测、通讯和实验等需求外，人们逐渐对卫星的精准定位和导航产生了需求，尤其是在军事领域，这样就有了导航卫星的发展。但导航卫星想要达到精准定位并能全球覆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卫星到底要运行到高、中、低哪个轨道之上。如果运行在跟空间站一样的轨道，发射成本确实比较低，精度也比较高，但要达到全球覆盖，没有个200颗还真的搞不定。这样浩大的超级工程，即便当时的美苏两霸也着实负担不起。但如果是高轨道，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地球静止轨道，理论上3颗即可覆盖全球。但除了发射难度提高之外，更重要的是更高的轨道将带来定位精度的降低，这对于军事需求就难以满足，所以最终折中了一下，美苏相继采用24至36颗卫星的中轨道方案。从1978年到1984年，美国先后发射了11颗导航卫星来验证其 GPS 方案的理论可行性。苏联也在1976年制定了格罗纳斯导航系统，并于1982年发射了首颗卫星。而此时的中国对于导航卫星的探索也已开始。1983年，中国航天专家两弹一星的元勋程方稔院士提出双星定位方案，即把地心视为一颗虚拟卫星，再发射2颗静止轨道卫星，再配合地面高度坐标实现目标定位，这就是北斗1号。咦，刚才不是说导航卫星要放在中地轨道，而不是近地和静止轨道吗？没错，程方稔如此设计，这不是为了省钱吗？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穷二白，要放几十颗卫星登天，谈何容易啊！所以这个双星定位就成了当时国内公认的最优方案。而即便这个省钱方案，也因为经济条件等等种种原因，又搁置了10几年。转折点发生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首先，美国的 GPS 在经过多轮验证之后，于1989年完成首颗发射，并于1994年完成了24颗卫星的全球组网。刚才说了， GPS 分为民用和军用2种模式，民用开放给各国使用，而军用则在期间的海湾战争中大放异彩了一把。1991年，搭配 GPS 导弹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向人类战争史贡献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外科手术式打击。美国人真正做到了精准定位，指哪儿打哪儿。美军在之后除了子弹以外的所有装备中也都加装了 GPS 模块。这一仗着实打醒了中国人，原来现代化的战争还可以这么玩啊！而紧接着2年之后，在印度洋上的一次货轮劫持事件，让中国遭受了一次奇耻大辱，这就是银河号事件。1993年，中远集团的一条远洋货轮银河号在途经马六甲海峡驶入印度洋，目的地为伊朗，而随后却遭到美国军舰的拦截。美军说船上有违禁品，要登船进行检查。船长说这是公海，你说查我就让你随便查吗？没鸟他，继续开。但航行没多久，就发现货轮导航的 GPS 系统失效了，现找老祖宗发明的指南针好像也来不及。失去方向的银河号不得不临时停船。原来美国关闭了这一海域的 GPS 导航服务，使得货轮变成了无头苍蝇。最终银河号在无奈之下只能接受美军的登船检查。这2次事件让中国人深刻意识到，不论军用还是民用，过度依赖美国的 GPS 系统都是一件贻害无穷的事。于是被搁置10来年的双星定位方案北斗1号重启了。1994年，北斗1号正式立项，经过7年磨一剑，2000年北斗双星相继发射成功，随后又有2颗备份星也发射升空。自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导航卫星北斗，但它的覆盖范围却只有这么一点。且不说定位精度不高，想要取代可全球覆盖的 GPS， 那时的北斗1号还相距甚远。
好，介绍到这里，除了中美之外，另外2家是个什么情况呢？苏联自1982年发射首颗以来，也搞了24颗上天，但不巧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了。这下可好了，这些卫星像没了娘的孩子，坏了也没人修，失控了也没人管。进入21世纪，俄国最惨时只剩下6颗卫星还在运行。这6颗不要说覆盖全球，就连俄罗斯庞大的国土想要全部盖住也办不到了。而欧洲人在干嘛呢？在欧盟成立之前的冷战时期，作为北约成员的欧洲自然是美国忠诚的小弟。美国和苏联2个神仙打架，一旁的欧洲人很开心地做起了吃瓜群众，而一边吃瓜一边还能用到美国人提供的 GPS 享受全球服务，这种感觉真的不错。所以那时的欧洲人完全没有自研全球导航系统这劳民伤财玩意的想法，但美国人却留了一手。我辛辛苦苦搞了 GPS 这么好的东西，岂能白给你们这些吃瓜群众用呢？想白嫖没门。所以就在民用的 GPS 上加了选择可用性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加干扰，人为的让你定位不准。欧洲人方才恍然大悟，跑过来求美国，大哥，你这么喜欢四处找人打架，有时还拉我们一起打群架， GPS 均码能不能也提供给兄弟一份啊？美国人回道，不可不可，像射导弹、打飞机这种高级活我们来干就是了，你们就负责近身肉搏好了。欧洲人又说，那么明码的干扰能不能去掉呢？我的 GPS 经常会导到隔壁老王家啊。美国人嘴一撇，当然也不可以了，虽然民用比军用的精度差了10来倍，但敌人还是可以用来对付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嘛。这下可就真气炸了欧洲人，我做你的舔狗这么多年，你 TM 给的骨头就不能带点肉吗？自此，欧洲的伽利略系统正式启动。但欧洲这个松散联盟通常都是8个脑袋决定16个方向，再加上还混进来英国这个搅屎棍，想要对重大事件达成共识并形成合力，无异于痴人说梦。今年欧洲疫情的防控就看得出来，所以如此浩大的工程，但从预算上从一开始就捉襟见肘，所以需要找外援。他们第一个看中的就是中国的 money。而此时的中国虽然北斗1号发射成功并可照耀中国，但依旧没有摆脱刚服役就落后的窘境，发展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成为必然。虽然此时北斗2号依然在规划之中，但毕竟心里没底。而此时难得欧洲跟美国闹起别扭，抛来了橄榄枝，所以两边一拍即合，中国从2003年加入了伽利略计划，并豪掷2亿欧元。欧洲人乐开了花，但却坑惨了中国。欧洲人要的只是中国的钱，非但不让中国加入伽利略计划的决策机构，还在技术合作开发上处处掣肘，核心技术碰都不给碰。最终除了被坑掉近1亿美元，中国连根毛都没得到。那时的中国人对欧洲还真的有够天真，最终被断了后路的中国人决定自己搞。北斗2号正式启动，这一启动不得了，也让欧洲人体验到了什么是中国速度。欧美列强在太空中制定了一个先到先得的国际规则。由于美国 GPS 已成功多年，导航卫星的好频段都被 GPS 占据，留给中欧的已然有限。欧洲人笑了，你中国人自己搞，怎么追得上我呢？2005年，伽利略计划首枚实验卫星发射成功，原计划共发射30枚。中国的北斗2号启动后，于2007年首发成功，紧接着第2颗、第3颗、第4颗。期间还时不时来个一箭双雕一箭双星。到了2012年，北斗2号计划内的16枚全部发射成功，并按计划完成了对亚太地区的全天候覆盖。而此时的伽利略计划呢，却只发了可怜的4颗。欧盟此时傻眼了，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频率没了还玩个蛋啊！所以多次跑来跟中国讨要频率。而欧洲的龟速同时也震惊到了中国。当年那个派几艘军舰就可以征服一个帝国的欧罗巴人，现在到底是怎么了？当时没跟你们欧洲人一起混，真是太明智了。要跟 GPS 争天下，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北斗了。此时要达到全球覆盖的北斗3号工程也被提上了日程。其实对于全球覆盖，中国早在2009年就已启动。到了2015年，北斗3号首颗卫星发射升空，预计在2020年总共55颗全部布星完成，与 GPS 并立于太空之中。
注意，新闻中看到的北斗3号55颗卫星，并不是北斗3号工程发射了55颗，而是包括了北斗2号的24颗，北斗3号又再发射了31颗。此前北斗1号的4颗已经停止工作，所以准确的说法是，整个北斗2号和3号系统共计55颗。中国北斗计划的成功也让毛熊迅速贴了上来。普京大帝虽然想重现苏联帝国的荣耀，但只剩下残破6颗卫星的格罗纳斯系统，想俄罗斯独自填补完成，谈何容易啊！于是北斗和格罗纳斯2个系统的兼容测试也随即开始。但今后如果被卡脖子，毛熊你可千万不要怪我。而北斗的顺利进行，却让另一个巨人不爽起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太空是我 GPS 的天下，你想来分一杯羹，门都没有。正当中欧对标进行龟兔赛跑之际，那个有名的清华女破译北斗编码的消息被爆了出来，一时激起千层浪。中国的北斗难道就这么弱吗？显然不是。这位清华女名叫高杏欣，在斯坦福读 EE 博士期间，破解的只是北斗2号卫星明码中的一个伪随机码序列而已。注意，这位可不是那个清华女，而是北理工的女博士徐颖，也是研究北斗导航系统的科学家。一位女博士驳斥另一位女博士，的确精彩。没错，北斗也同样存在军民2种模式，而清华女所破解的明码中的一个伪随机码的难度，对比破解军码来说，就好像你让一个电脑城传电脑的去破解中情局的电脑系统一样，门都没有。美国为了恶心中国，于是给高杏欣颁了一个美国科技大奖。但清华女可不是斯诺登，她真的没那么神。有消息称，去年她被原公司解雇，正谋求回国发展。想回就回来吧，改个名字，兴许还能混出一片天。但下次可千万别再做一找到个男友就拼命破解父母银行卡密码的傻事了，这让其他兄弟姐妹怎么看呢？清华女的经历或许给当下国内的芳芳们指明了一条路，芳芳改成圆圆还是可以继续写日记的嘛。就这样，美国并没有拿到破解中国北斗的钥匙，当然也没能阻止中国北斗前进的步伐。直到2020年6月23日，长征3号乙升空的那一刻，中国北斗终于可以和美国 GPS 并立于太空，照耀全球。好，本期视频我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世界导航卫星的发展史。中国北斗自北斗1号解决有无问题，北斗2号为我国和周边地区提供服务，直到现在北斗3号组网成功并点亮全球，这些都是跟一代代航天人的不懈努力和奉献分不开的。互联网+的热度已经过去，北斗+的时代是否即将到来？随着刚刚6月23日全球布网的完毕，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